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。之前呢，为大家讲解了 OP 的卡牌底层设计逻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哈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是 OP 的打法讲解。很多朋友呢，不管是新人入坑还是老玩家，在对战的过程中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脚该打多大，我这回要不要斩杀？尤其是呢，我还有一个好战分子的媳妇儿，我俩每天打牌的时候，她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，我这回能不能弄死你？看似一个简单且常见的问题，就拿6000蹭头举例吧。为什么是6000蹭头？5000蹭不行吗？老玩家可能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知道大家都是这么说的，那我也这么做。那么真实的情况是，到底要不要6000蹭头呢？5000蹭头就一定不对吗？耐心看完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当然了，本期视频呢也都是我自己打下来的体验和理解，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哈。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理解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首先呢，先为大家讲解两个常听但是可能不理解的词，就是节奏和运营。究竟什么是节奏，什么是运营呢？节奏一词最早是形容音乐的，这里推荐大家去看一下《闪光少女》里面有一段斗琴的那一段。各位看完呢，应该就能理解什么是节奏了。乐器里面的节奏呢，就是他们要演奏的顺序，将自己的曲调表演的优美动听，大家爱听。衍生到卡牌游戏中呢，节奏就是在自己希望的时候干自己最希望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卡二呢，虽然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奇数，但为什么大部分的卡二都是希望后手呢？首先是可以提前一个回合上10妈啊，第二点呢是卡二更希望有一费检查自己的血区，这就是他舒服的节奏。咱们再聊一下运营，运营呢其实就是把对手拉入自己舒服的节奏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铁臂大河在北京地区总能夺冠的一个原因。北京的卡二很多，一张8费基德就可以迅速把卡二拉进自己的节奏。卡二看起来公平很多，但是往往很难逾越基德的这个8000头，同时呢还能给予对手不小的进攻压力，这就是大河双攻的威慑嘛。所以我十分建议卡二玩家，咱们不行还是把卡二下回来那么一两个，要不然这基德真是太猖獗了。讲完了节奏和运营，咱们再看一下 OP 的底层进攻逻辑。因为呢，不管你运营的再好，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打死对方获得胜利的。对方生命值区没有卡的时候，再击中一次就可获得胜利。攻击时呢，力量大于等于对方的力量即为命中。而防御呢，是通过反击值进行反击。力量的来源呢，包括角色本身，还有活跃状态的东。反击值的来源呢是手牌。所以，当你想对对方血量造成伤害时，要么对方的手牌足够的少，要么你打的足够的大。翻译成普通话 ，OP 为什么互动性强呢？因为这个游戏的底层逻辑就是你要无时无刻不在干的事儿，其实是在算对方的手牌。因此，运营的根本目的呢，就是想办法通过消耗自己的东来消耗对方的手牌。节奏好呢，能让你更舒服的消耗对方更多的手牌。这便是为什么要进行运营，而不是简单的贴东打脸就可以的底层逻辑。目前来讲呢，除了黑色能够通过消耗东来弃掉对面的手牌，至于说紫色也有的，去看我上期视频哈。其他颜色消耗对方手牌的能力，基本只有通过攻击，然后让对方交出反击值这一个方式了。但是当你攻击对方领袖时，如果他的生命值区还有血量，其实呢就把选择权交给了对方。对方选择防御还是掉血，就有了他自己的思考。对方打过来时，你也会面临同样的思考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会从进攻和防守两个角度给大家分别提供一些打法思路。首先呢，咱们的根本目的呢是攻击对方的生命，消耗对方的手牌。目前来讲呢，任何牌呢都只有3种反击值：0、1000还有2000。
当然有种特殊的事件就是零费3000反击哈，但是目前来讲，这类反击事件都需要 cost 的一张手牌，也就是每张手牌可以视作1500的反击值，其实是不如2000反击的。而将费用作为的反击值，通常情况下，一费呢等于2000，其他的一费等于3000或4000呢，都有一些特殊条件，一般只会在个别情况下遇到。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比如娜美的大锤、尼禄的神之制裁、皇子老沙的热息。目前主流卡组中投入反击事件比较少，大家看到对方流费，知道去怎么应对就可以了。会用反击事件比较多的呢，就是绿子明哥了。不过明哥也都是符合一费等于2000反击的这个设定的。之前呢，在网上看到一张趣图，是给新手讲解为什么要6000蹭头的你啊。还有一次打积分赛，当时有个兄弟啊，在打完一脚9000之后，又打了一脚7000啊，被大家喷了一晚上。那为什么要6000蹭头？为什么要越打越大？结合之前给大家讲述的 OP 底层逻辑，咱们逐步展开。在面对大部分卡组都是5000领袖的情况下，7000力量的攻击呢，对手就会面临交出2张手牌的情况。在前期本就不富裕手牌时，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就会吃下一些，不但没有消耗手牌，手牌数量呢还增加了，因此血量和手牌数量便会呈现出一个正态分布的情况啊，这是下图。血量越多时，手牌的就会越少，而掉了一定血之后，手牌呢又会变多。在血量很少之后呢，手牌又会变少。大家有幸可以留意一下，绝大部分对局呢也都是如此的。一套牌的容量呢是有限的，也就代表资源是有限的。同理，编盾值的数量呢也是有限的。如果大家愿意去统计的话，目前主流卡组的有反击值的角色，一般在35到38张左右，其中8到12张是2000的反击值，其余都是1000。艾尼路呢和赤犬呢则偏低，一般在28张左右，大部分情况呢都不会超过30张啊。绿乌塔可能稍微多一些，不过也就在32张左右，低于平均值。艾尼路呢是因为有领袖技能可以更改手牌，赤犬是因为他卡组里厉害的基本都不带变，绿乌塔呢是因为子弹的限制。给大家讲这个有什么用呢？从概率学角度来讲，你的对手能抓的牌也是符合正态分布的。你可以自己找套牌试一下。通常情况下啊，当然不考虑极端情况，你抓10张牌，里面的没有边的牌和有边的牌的比例，1000边和2000边的比例，应该都是符合你本身的卡组配比的。任何一套牌都一样。所以时刻检查对手的目的呢，是个好习惯。除了能检查有没有被对手拿回去什么东西以外，更多的呀是帮助你推算对手手牌中剩余的反击值。当然，记住对手检索了什么也是必须的啊。所以为什么要6000蹭头呢？首先，我的观点其实不是必须6000蹭头哈。先给大家讲几个我的理解。拿面对赤犬举例，在当前环境下的赤犬1000边呢多是功能牌，而2000边在投入了维尔高之后，可以说基本就是2000边的作用了。如果6000打领袖，在只消耗1张维尔高的情况下，我想赤犬应该很乐意。但如果是5000打头，一张萨博还有一张维尔高，你觉得他会选择哪一张呢？而面对大和或者雷九，乙藏还有妈妈都是很厉害的2000边，所以我可能会更想用6000去蹭。这里主要思考的便是你对于对方卡组的了解程度了。不过6000打头呢，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，就是伴随着东的增加，你能应用的力量值一定是越来越高的啊。当然，你的对手也是，也就是说明越往后期防守压力一定会越大，需要卖血的情况也自然而然就会越多。如果有机会在前期不消耗过多手牌的情况下，完成对血量的保护，大部分情况应该都会接受。即使会面临后期可能会有手里反击值不够的情况，但是可以通过其他角色的辅助防守来完成这个点，也就是阻挡者。同时，如果对手防守时扔掉了2个1000边，也就是大概率在变相说明对手的反击值可能很有限，可以适当的提速，多抢一抢它了。所以6000蹭头的根本目的呢有2个，一个呢是为了试探查探对手的手牌质量，一个呢是为了对对手的心理进行博弈。我就是想要你这一张2000边，你呢爱给不给？总结下来呢，在攻击前想好你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想要你的手牌可以比对方高1000，就想打你的血可以比对方高2000。这个思路呢，我想面对绝大部分的卡组还有选手都是适用的。当然了，也欢迎大家讨论，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你到底是喜欢6000蹭，还是7000蹭，还是5000蹭呢？
而越打越大，其实也是更多是发生在斩杀轮结场的回合中，攻击不同角色没有这个要求哈。不过也会有考虑是大1000还是大2000或者更多的情况。简单点说，还是翻翻对手的墓地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少的变盾值。而斩杀回合中，其实有个很简单的道理：随着对手将血区的手牌加入手中，防御能力可能也会有所增加。你用比先前更小的攻击值去攻击，你好像看不起人家的血区哈。更何况黑色的血区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呢。鉴于我有一个户外没事就想干死我的老婆啊，于是关于斩杀还是继续运营。这里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：如果你下个回合一定要死了，那就想着怎么斩杀吧。如果算不明白对手的手牌啊，还是翻翻墓地，根据我之前提出的理论，估算一个大概的反击值，干就完了。如果你的下个或者下下个回合大概率还死不了，那么多玩一轮，把问题抛给对面才是明智之举。如果运营的舒服的话，你是一定有机会把对手逼到他必须要以命相搏而游刃有余的程度啊，当然也可能是对手游刃有余哈。说了这么多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解 OP 中手牌的重要性。所以为什么赤犬厉害？领袖技能丢一抓一，看似没有赚牌，也就是手牌数量没有增加，但是它可以把当前回合用不到的牌丢掉，去找可以用的牌。经过你手的牌多了，你的选择性其实也就是增加了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之前提到过一名我很看好他单飞的领袖啊，就是雷九。本家体系虽然呢我不看好他未来的发展，但是雷九我自己觉得呢可以期待一下。所以下期视频呢，我会为大家带来一套全新思路的雷九啊，自己也玩了几天下来啊，确实是非常的快乐啊，而且强度呢也算还可以，可能有时候会有些不稳定，不过毕竟没有检索的游戏嘛，总体来说并没有像之前所猜测的那么不堪。啊，大家等等我，新视频呢在加班加点的制作中了。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，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求关注，求三连，求转发，感谢大家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